知道折子起没起作用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宫里传来消息，大格令出宫了，您该放心了。您早点安寝。哦，好，那我再等等。好。夫人，桂花莲子羹，您趁热喝。这个侍女好眼生啊。下官见过相爷。严家六娘果然是聪慧过人呐。沈都早前被抓去宫里，至今未返府中。相爷要是问案子的进展，恐怕是要无功而返了。老夫知道沈都的去向，今日老夫见你，只是想清楚严家的立场。下官不明，还请相爷明言。太皇太后在听闻坊间童谣之后大怒。随即下旨，让贤王殿下去凤翔府监管赈灾。走的时候，连随从都没让带，甚至还藏匿了出巡的路线。相爷认为，太皇太后怀疑童谣事件背后乃是贤王，所以要对贤王殿下动手。但虎毒不食子啊！山高路远，要真有什么事情，就为时晚矣。老夫问你。太皇太后把持朝政，无视大仓正统，先帝姓什么？你们严家心中可还有数？下官一心查案申冤，朝中之事，一介女子实在不懂，更难担其中大任。天真！既想步入朝堂，又置身案件中，还想独善其身。别说是你严六娘了，就是你们严家，也难逃干系。太皇太后以社稷为重。也许是相爷多想了，一个连环案，一首童谣，难不成真能卷起这么大风波？佛陀吞罪，这童谣好生歹毒，直指太皇太后其位不正，要波及的话，又岂止贤王一人呐？相爷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我已派人查到，沈家是用飞鸽传书来下达命令和传递消息，此次贤王之行，他们也一定用飞鸽来汇报。你抓紧时间，去找到贤王的路径。到时候，无论这沈度是要刺杀贤王，还是真心保护，我们都好提前准备。飞鸽。夫人在自家府中，怎么也鬼鬼祟祟，如同做贼一般呢？大哥领，我可是翘首以盼，一直在等你呢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太皇太后没有为难你吧？害我白白担心了一晚呢。严六娘，何必惺惺作态？你以为这样就能讨好于我吗？不吃这套，那算了。满意了？身为刑部书吏，应当知道伪造奏折该当何罪。况且你的只言片语惹出朝堂多少事？我当时救夫心切嘛，我也没有写过折子，怎么知道什么该写，什么不该写？救我？哼，怕是拿我当刀使吧？哎呀，夜深路重，大哥令我们赶紧进屋休息吧。
寒门才子陈白衣自焚大仓明堂，呕心沥血多年所著文章尽数被偷。大仓未有苍天石，腐朽察举几时休？各位，凭什么我们苦读诗书，却只能做他们士族子弟的陪读，只能是他们的影子？我们不干了！不干了！瞧你们这帮穷酸样，要是没有士族，你们连进弘文馆的门都不配，还想出人头地？我告诉你，你们生来就是低贱！你说什么？是会偷文章的草包！别打了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！成何体统！成何体统啊！千篇一律，言之无物。明堂自焚案，内卫府查实的结果如何了？禀太皇太后，内卫府已进一步核验查明，的确如此前所言，学子陈白衣被金氏长子窃取了文章，上门理论又被金氏赶出，还当众羞辱殴打，他心中愤恨，报官无门，最终自焚以明志。弘文馆学子闹事还未停息，江南又来报，看看，行卷不行人间大道，通榜难通天下之功。天下的学子就这么看我们大仓贤能的招考吗？太皇太后息怒。母后，选拔人才乃国之大事，士族门阀千不该万不该以此来维持门第，惹出这等争端。儿臣以为，寒门也好，士族也罢，放一起比比，披针采兰，选举贤能便是。臣以为不可，门印取士乃是祖制，怎能说变就变呀？英王殿下怕不是终日里跟那些寒门学子吟诗作对，而一时波康迷目了吧？寒门子弟也是我大仓的子民，我为他们说上几句话，张相何故如此大的反应？难不成那金氏小儿郎窃取文章，欺上瞒下之事，张相你早就知道了？太皇太后明鉴，老臣一心只为大仓社稷考量，这选人不能只看文章，家学渊源也是渊源呐。张相此言差矣，一味固守士族特权，已经长出了这么多的舞弊腐败，理应则贤者在其位。太皇太后，西明寺连环案的死者可都是士族子弟呀，保不齐是哪个寒门受了蛊惑而为之。蛊惑，宜疏不宜堵啊！压制终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如此简单的道理，张相你竟会不知？难不成你想让太皇太后来背负这对天下寒门不公的骂名？老臣对太皇太后的忠心，日月可见呀。若打开仕途的口子，是万万不可呀！太皇太后，好了，张相，你快起来。你们两个人争执，也是为了大仓社稷考虑。沈爱卿啊，明堂自焚案你不是已经查实了吗？那你怎么看？寒门子弟中，真有才学之人，的确需要一个机会。臣以为，或可选一种公平的考核方式求贤，以供太皇太后考察。我看，那就从弘文馆设点吧，则寒门贤者入馆求学。太皇太后英明。啊，是你呀！姑娘，这边坐，来，坐。多亏了你啊，我那不孝的孙儿也算是瞑目了。大哥领，这些尸骨还要不要？
陈书生写的文章深受学子们的称赞，我拿了一本给你。可惜啊，我不认识字。我念给您听。西洲曲，一梅下西洲，折梅寄江北，丹山杏子红。这夫人还真是愿意给自己揽活。但他想要的公平和正义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有如此筹谋。怎么了？太皇太后下旨，将弘文馆作为试点，则寒门贤者入馆求学。真的啊？我的意思是，六娘此事万万不敢贪功，全靠大阁领从中斡旋，此番定能在寒门学子当中落得一个明察秋毫的名声，多好！六娘是替你高兴了。我在意的是这些吗？以后再有所行动，提前知会我一声，要不然我绝不轻饶。也是。一个白无常还有什么名声？大晚上的要出去闹什么呀？我去活动一下，跑个步，不跑累了，怎么能在白无常身边睡得着呢？夫人。他每天晚上都去跑步吗？夫人说这样有助于睡眠。是太亮了。灯没动啊，还是原来那样子。你们也觉得亮吗？府里的人都习惯了。我记得西城有一种布料可以遮蔽光亮，去做张帷幔来。是。还有，以后那边的灯别点了。能省则省。是。大阁领，闯都闯了，进来吧。快给我下来！西明寺的12名死者，
身份已经全部核实。这些成队的尸首生前大多都是熟识，经常出双入对。不过还有2对并没有查出生前有任何的纠葛。不是说内卫府办事效率高，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查出来？男尸都是氏族，凭借生前的容貌还有衣着，很快可以辨出。不过那些女尸都被毁了容貌，又没有户籍，的确花了些时间。而且，他们的失踪时间同尸体的死亡时间也不匹配。不匹配？那些男性死者也是吗？也是，少则相差2、3月，多则有1、2年。凶手抓走人后能囚禁这么长时间？这样的确风险会更大。女性死者和之前1、2人查到的失踪月季名单一致吗？没错，就是其中各方失踪的月季。你说他们全部都是月季？对。那不对。哪儿不对？这些女尸随身佩戴的金饰，不对。来，您看看这个，啊，真是精美。成色一看就不错，是挺好看的。当着我就感觉奇怪，这些金饰相较于其他饰品都显得过于精致，不像出自普通金坊。这些东西应该也不是一般乐伎能够轻易获取的。我对这些不是很了解，可锤锤说过，有名气的手艺工匠都习惯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记号。碧江金坊的金匠，当年是宫中司针房，为贵人打造首饰的。开坊不过10年，胜过许多100年老坊，成为城中魁首。那您慢走。啊，贵客临门，不知道2位想选些什么？法簪，把你们这边最好的都拿来。是。夫人可有满意的？这个。夫人好眼力啊！多少钱？50两。我就说一般的乐伎买不起吧。夫君，人家要买好看的，等掌柜的来了，让他拿出镇店之宝可好？紫笋茶乃是当今御贡，更以阳县紫笋茶为上上珍品。之前我得蒙圣恩赏了几两，放在家中一直不舍得喝，倒是贵方阔绰。这是咱们东家的珍藏，贵客临门才舍得奉上的。掌事的还没来吗？哎呀，原来是大阁领和阁领夫人呀！不知2位今日光临寒殿，有何指教？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，你是英王殿下身边的杨掌事。大阁领真是好眼力，竟还记得我这小小奴婢，真是受宠若惊了。这些金饰认得吗？这确有出自我碧江金坊。好，我要购买这些金饰人的名单。大阁领，您这可就难倒奴婢了。金坊开门迎客，来来往往这么多客人，这些年卖出的首饰那也是不计其数，哪能都还记得呀？50两一个的发簪，寻常百姓就算是倾家荡产，也买不了几次吧。
给不了账本，那你不如告诉我，谁可以给我？这内卫府办案，若有隐瞒，此事严重，可你承担。大阁领稍后，奴婢这边去拿。这个不错，就这个了，简单，适合你。送给我吗？不会是让我自己花钱买吧？女死者佩戴的这些金饰，还当真是价格不菲啊！买这些款式的名单里没有那些乐伎，倒是有几个熟悉的名字。是男死者？哦，没错，他们为博红颜一笑，还真是一掷千金啊！这个好像是笔糊涂账啊，不少出货都只写了验送，没有数目，也没有具体的去向。金方常常举办宴席，邀请城中那些权贵女眷，想必是赠出去了。这么大手笔，那个杨掌事还真是厉害。厉害的另有其人。杨掌事是英王殿下的心腹。品阶地位皆非普通工人可比，可刚才他在你面前，口口自称奴婢，还乖乖把这个名册交了上来，看上去是生怕得罪了您这号大人物。扮猪吃虎，其实就是不想让你再继续查金方。他的背后很有可能就是英王殿下。难道他们是想通过宴席来拉拢各大官员后宅的女眷？再通过枕边人去了解各府的心思和动向。怪不得张相会如此忌惮他。你了解英王殿下吗？英王殿下深受恩宠，表面上看起来整日享乐，实则城府颇深。不过你不用担心。估计他很快就会来找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大阁领，起来。英王殿下送来请。英王殿下送来请柬，请夫人参加花宴。这不是大阁里夫人吗？也没人给梳个头吗？我刚瞧见呀，那吴夫人面色不好，听说呀，夫君在外养了个乐伎。谁让她当年那么想不开，非要下嫁给刑部那个小官呢？男人啊，有权没权，有钱没钱的，都一个德行。就是，我还听说啊，唐大夫人中意过一个穷小子，好的跟什么似的，结果那人跟乐伎私奔了。我怎么没听说啊？你们知道这唐大夫人为何和英王殿下关系好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呀，他们都喜欢穷小子呗。可不就是吗？就是。来了来了。
没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谢夫人，瞧瞧这沈大阁领的夫人多大胆，这不是严家那个庶女吗？摇身一变，竟十足像个大家闺秀。沈夫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席，可能不大适应吧。其实平日也并非这样，只是刚才那位刘夫人，她的郎君几个月前才被内卫府抓去问了话。哦，没事。这个呢，就是夫君在外面得罪人，夫人赔罪吧。所以沈夫人不必放在心上，他们也就是过下嘴瘾罢了。我看沈夫人的裙子也湿了，不如就随我一同去把衣服给换了吧。走。此处名为药泉汤池，在此浸泡，可养生疗伤。沈夫人适宜沾染寒气，不妨上去好好享受一下吧。啊，这太过珍贵了，我还是……我正在调试药泉的新配方，你来了正好帮我感受一下，这新配方的药效如何？唐大夫人还懂得配药呢，只是略懂皮毛而已。没错，百脑香的味道。当日在西明寺门外窥探的人就是他。啊，这是火鹅。我听过这么一个传说，有人见到一只火鹅，便跟随他一起上了山，之后竟得了永生。唐大夫人这样的性情中人，难道也向往长生不老？人生就这短短几十年，如果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就不要有任何的犹豫。待青春年华逝去以后，再去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恐怕到时候也只是有心无力了。说得极对。来。沈夫人天资聪颖，又与大阁领间谍情深，城中连环杀人案交于你二位手中，着实让人放心。说起来，这梁家也真是多坎坷。我与那梁府大房夫人平日素有来往，可怜她这么一个美人，夫君都不正眼瞧她一眼。如今又失去了儿子，梁家大房夫妻关系不睦。哎呀，瞧我这张嘴，官家私事不应该外传才是。还请沈夫人不必放在心上。还请转告梁大夫人，凶手很快就会被抓到，无论藏得有多深。沈夫人，英王殿下邀您泡完澡去议事。知道了。都等了2个时辰了，怎么还不来？英王殿下。外面花开的正好，竟把沈夫人给忘了。沈夫人不必紧张，此次唤你前来，
就是闲聊几句，并无他意。不过，查案归查案，其余的事情，还是不要做为好。沈夫人如此冰雪聪明，应当能懂本宫的意思吧？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，你的夫君没有教过你吗？殿下，大格领前来接沈夫人回府。这才不过半日，大格领竟如此记挂沈夫人。看来坊间的传言也并非虚言，你们二位的感情，当真是羡煞旁人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花宴已散，夫人半晌未归，想来是宫中太大迷了路，臣着急，这才来接人。毕竟家中还有很多琐事要夫人去处理。大格领都亲自来接人了，本宫要是再缠着沈夫人，那岂不是太不识趣了？不过有一句话，本宫还是要告诉大格领。缠命案最要紧。多谢英王殿下提醒。可有受伤？居然出血了！
英王可有逼你吃什么东西？会不会有中毒？大葛岭一路辛苦了。上了马车，别人就看不到了。你是不是早就料到我这次进宫会凶多吉少啊？一个刚学会走路的人，不摔一跤，怎么会知道跌倒有多痛？况且你接了英王殿下的一张底牌，敲打一番也不为过吧？接他老底的明明是咱俩，偏就敲我一个。不过，你能过来还谢就不必了。你之前写折子救我，我算是礼尚往来。哦，之前内卫府调查的时候，可有发现梁家大房夫妻不睦？内宅之事，查他做甚？大房的确一直就着二房叔伯不放，整日哭天抢地的。好在那梁吉人算是识得大体，不曾刁难二房。梁承仲是独子，这大房算是被凶手给绝后。恨他的人大有人在，即便没有被挖心，也活不了多久。那下滴水观音的人，亦有杀心，只不过没有那个连环凶手快罢了。人啊，不能总指望别人伸手扶一把，能自己的时候还是自己的好。严府的下人，六娘子，老爷让我提醒您，这3天早都过去了，这回门之日啊是一拖再拖。之前您说了明天就回，这次可不能再变卦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六娘，全香安城都在说大葛岭和你恩爱有加，为娘脸上啊太有光了。哎呀，好看，真好看。好吃。哎呀，好看，真好看。六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怎么这么些日子就你自己？你夫君人呢？他内卫府临时有事，案子要紧。案子的事能有你的事重要啊？哪有姑娘家嫁人自己回门的？他忙完会来的，对吧？哎，四姐，你今日怎么回来了？不会是专门看我回门的吧？啊，你四姐夫给我订的镯子刚好到了，路过回来看看你。你们呢？你瞧瞧我这镯子多好看呀！我当时一眼就看中了。甭管他说什么不好听的，都别搭理他就成。好看什么呀？就知道显摆。四姐夫怎么没过来？哦，这不，你姐夫让你姐带了很多点心和果子，大家都尝尝吧。来，夫君。哎呀，老爷，你说咱们家六娘命多苦呀！人家嫁得好，过得好，咱们家六娘还得去替别人找活路。你这话又说哪儿去了？那
就是我这做娘的不好呗。你说说我呀，除了打扮自己，什么都不会，平日里什么活儿都不干，夫君还总夸我是福星呢。我呀，本来想生个闺女，有个小棉袄，谁知道生了对双胞胎大胖小子，您都不知道那小小子有多淘气。六娘，这你可得多贴近你四姐，好好沾沾福气，别整天就知道公事，嫁人了还到处乱跑。就是六妹，你就赶紧别在那刑部打杂了。哥跟你说，这女子想要改变人生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把神府后宅打理好。哎，五哥，我听我刑部的同僚说，上一次啊，在烟花节巡查的时候，瞧见你在喝花酒呢，还追着人家姑娘啊满屋子跑。胡说！切，你个纨绔还好意思说我？全家最不争气的就是你。你看你这尖酸刻薄的样，你说你哪有点女人味儿？我尖酸刻薄？我要是你家夫君，我天天去烟花节也不愿意见到你。说什么呢你？够了！大革领到！大革领来了。但我觉得我夫人很好。小婿公务繁忙，来晚了。岳父、岳母，多多海涵。不晚不晚，时候正好。啊，是啊是啊。今日六娘回门，我要厚谢严家，教女有方。哎，才能得如此聪慧过人的女子。进来。岳父啊，哎，听六娘讲，您平日里爱好品茶啊。这是釉葵花式的瓷杯，出自越窑。哦，这是御赐的紫笋茶。哎呀，太贵重了，太贵重了！沈府的六娘三生有幸，连英王殿下也说，我娶了个好夫人。英王殿下。潘延之，他的字画不是已经绝迹了吗？啊，临摹的。老朽前几年偶然得到潘延之的拓片，一时兴起便研习了一下。连你都觉得不可思议，那果真是惟妙惟肖啊！
看来你模仿字迹的本事，是跟岳父大人学的。我只不过是略懂皮毛而已。不过这天底下就没有我父亲临摹不了的字儿。哦。练笔而已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贤婿快来快来，一同用饭，一同用饭。贤婿快来快来快来啊！吃饭吃饭。父亲，我们回府中还有些许要事。哎，既然是岳父大人相邀，那自然是要留下来吃饭的。只是晚些时候得早点回府，还有要事要办。懂，都懂。六娘啊，为父见你现在过得好，心中自是欢喜。只是，张相是不是找过您了？张相已经提点过多次，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清楚。派驻西辰的名额还没定下来，若是他的事情未能办好，就……张相那边，我自会给他一个交代。鸽子大羽松软，笼中还有不少脱落。是。丫丫，住嘴！大哥领，大哥领。报告大哥领，阁楼那边有人去了。是谁？是夫人。他还是做出了选择。郎君，您前些日子让我准备的帷幔，准备好了。这是西辰一种特制的面料，可以有效地遮挡光亮。这是郎君啊，特意让我。用来炼刀，刚刚好。浪费。你
这阴晴不定的脾气，真应该改一改，不然以后谁愿意服侍你啊？是谁在严府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，要好好服侍我的？夫人如此避讳夫君，怎么能服侍得好呢？你当真要我服侍你吗？我们本就是夫妻，即便是发生点什么，也不会有人说闲话的。我还怕有人说闲话吗？夫人伺候夫君，本就是天经地义的，服侍就服侍，谁怕谁啊？夫君身上好香啊，你要不要也闻闻看，看我香不香？跟我斗！来人，把夫人那边的灯给我照亮点儿。大哥领，西明寺那边出事了。这。内卫府人手够了，大哥领，让你回刑部听差吧。撤。哎，谁非得跟着你们似的？有本事，一边回来求着让我查。字迹工整，笔法出众，这些血字竟是凭空出现在墙上的。不是血，是一种特殊的石料，混合朱砂制成的墨，上墙后暂不显色，待到雨水冲刷之后，才会显露血色。凶手早就写好了。就等昨夜那场雨了。主殿那边的神像上也有血泪，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在向我们挑衅。神佛发怒，故而流血。听人说，神像流血泪，是神佛背着世态炎凉啊！这就是在警醒世人呐！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注意，我没看见。哎呀，哎，严六娘，你说咱刑部没有你还真不行，你都不知道，前段时间咱刑部的地面，它都没这么亮了。哎呦，大人大人，哎呀呀，大人早，大人早。呀，这不是大格领夫人吗？这怎么在这儿擦地呀？就是。哎呦，担待不起，担待不起。瞧，这儿还有点不太干净。啊，你把那布洗一洗，洗一洗再擦。大人，腰带掉了，腰带掉了，腰带。你俩吵架了？没有，没有，那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说吧，你又做了什么呀？哎，腰又大了，还得练呢。我当了细作，你不要命！你不要命了！我可是听说曾有人半夜潜入神府，就是因为当了细作，一夜之间，不但尸骨不存，那一家子人全都不见了。而且半夜啊，还有人看到他们被那个鬼差拉进了阎王殿，那可是要灭门的。你胆子可真大呀！这事儿吧，这事儿很复杂。哦，对了，我让你找徐大哥办的事儿呢。放心吧，徐帅已经安排1、2人去查了。哎，大人，我去。没事。严六娘，我有个事儿忘告诉你了。这个有人啊，看到你师傅他游历回来了，但是呢，一进城门就被内卫府的人给绑走了。什么？啊？叫你们大德领出来！沈多！大哥，你在忙，不见人。我是你们的大格领夫人，谁敢拦我？沈多，你给我出来！赶出去！沈多，你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，抓我师傅干嘛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你太高看自己了。把我师傅放了！沈多，你放我师傅出来！六娘，把我师傅给放了！师傅。哎，你呀，都为人父了，还这么冲动。师傅，你以后少喝点酒吧，尤其是不能乱喝，别人给的。我这个徒弟啊，是个直性子，还望大哥领见谅。了解。你了解什么？我，切，不瞎了，说吧，找我想问些什么？听闻陈师傅研制了一种独特的朱砂，用时不显，遇水则鲜。没错，本是为了防止尸体腐烂研制的。不知此种特殊的朱砂，是否为陈师傅独有？
我归隐之前，曾将此方给过几个故友的家仆，用作驱虫，效果甚佳。还请劳烦告知是哪几家？我知道了，为什么死者的失踪时间和验尸的死亡时间相差那么多？延缓腐败，驱虫避害。没错，就是朱砂。尸体的周围都配有草药，原本以为是用香料遮掩尸臭，其实是掺入了一种特殊的防腐朱砂，所以仵作检验的死亡时间才不准确。师傅，不知陈师傅能否推算出真正的死亡时间？你这个徒弟呀，倒不怕累到你师傅。哎呀，师傅，冤案待破嘛，您就辛苦一下，露一手啊。这盘我师傅赢了。啊，赢了，赢了。那就走吧，带我去听尸房。走。哎呦，听尸房。我师父通过防腐的程度，大致推算出了死者真正的死亡时间。胜利4年初春，胜利4年盛夏，胜利5年2、3月，胜利6年6月，胜利6年8月中。范围不能再缩小了吗？现在看来，没这个必要了。男死者胃里发现的。之前看尸身的腐烂情况，认为即便死者被害前有进食，胃里的东西也早该随尸身一起腐化了。是我误的。验尸断案不可预判在前，越是离奇骇人的场面，越是要按部就班。关键往往就藏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。瓜子。没错。瓜子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，通过肠子的蠕动才能消化排出，而且用不了1天就都会被排出去。这些死者胃里都有瓜子，说明是吃瓜后不久人就遇害了。符合常理的不一定就是真的，有时即便是你亲眼所见，那也未必就是真相。很有可能有人花手段让你以为那就是真相。徒儿受教了。这么巧，这些男死者在死前都吃过瓜子。太多的巧合凑在一起，那就不是巧合了。这些瓜子不是普通瓜的瓜子，是西沉的胡瓜。进贡来的西沉胡瓜，那不是只有皇宫里才有？不，还有一个场合，这些氏族男子有机会吃到西沉胡瓜。开阳日。每年开阳日的日期都是由太史局夜观星象所定，由官府出资筹办。太皇太后还会当场赏赐宫中珍品，只是年年日期不相同。那下一次开阳日是3日后。大阁领，太皇太后还在议事，请大阁领再耐心等待。佛像流血泪，谣言四溢，太皇太后犯了头疼之症，连英王殿下都受牵连被禁了足。太皇太后口谕：眼下事态严重，5日内若还破不了案，
就交予御茶司处置。微臣领旨谢恩。相爷倒也不必每次请人都请得这么客气。听闻西明寺又有异象，是人为所致。这个童谣只是个开端，此事愈演愈烈，先王殿下处境堪忧啊！听闻英王殿下也被禁足，太皇太后是对所有子女都敲打了一遍。下官斗胆一问，佛像血泪是否同相爷有关？大胆！下官所问唐突，不过是想早日查清事情的真相，替相爷分忧。此事与老夫无关，只是我让你查的事情如何了？尚未查到。你竟敢戏弄于我，就不怕我断了你严家的仕途吗？还请相爷听下官解释。相爷让下官去探歌龙，无非是想探知太皇太后对贤王殿下的态度。但凭我在内卫府的探查，相爷多虑了。如何确定啊？除了歌龙，内卫府往来通信的路径突然增多，其中多是中途折返的假象，就是为了要掩藏真正的路径。此外，内卫府大量人马被调动出城，应是沿途确保贤王殿下的安危。如若加害，何须多此一举？话虽如此，不过是你个人的判定罢了。贤王殿下有危，不也是相爷您的揣测吗？暂且信你，不过此事马上要有一个结果。相爷放心，我很快就会抓出这一切的幕后真凶。知道就好。去边关大漠的调令马上就要下来了，留给你和严博士的时间不多了。太皇太后，您若不落子的话，这一局可就是宝环赢了。行。那既然如此，宝环可就向您邀赏了。好啊，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此次开阳盛会，承蒙太皇太后您眷顾，是由宝环来主持。那这邀请谁来，是否也能让宝环来决定呢？历来的盛会上啊，宾客们都是吟诗作赋、轻歌浅唱。这次是否能请一些真正的才子佳人来？哎呀，你想邀谁就邀谁，是不是看上了哪户的佳人呢？微臣多谢太皇太后。徐内司，这是你给我的名单，我已尽数加入受邀宾客之列了。多谢张侍郎相助。客气了，日后还得承蒙您多给几分薄面才是。如此一来，知道朱砂配方的人，都已经在开阳盛会的受邀名单里了。凶手就在他们之中。从这些人中找出凶手，实在不是件易事，倒不如让凶手主动来找我们，这样我们也省去了不少弯路。死去的女人身上装扮都有相似之处，并且都是擅长弹琵琶的乐器。如果我扮成与他们一样，吸引凶手的注意，这样凶手自然就会下手，到时候你们再将其当场抓获。不成，此事太过冒险，你不能去。我去通明馆挑一个，打扮成目标人物的样子。是。不行，
通明馆的乐伎亦是寻常百姓，我们怎么能拿百姓的命去冒险？再说了，那个凶手的手段如此残忍，万一出了什么好歹，你怎么跟人家家里交代啊？既然你知道危险，你若是遇险，我该如何跟太皇太后，还有张相跟严博士交代？这个案子是我一力主张彻查，若不是我插手，他早就已经结案了。现在就差这最后一步，理应由我负责到底。官家查案，自然是由官娘子去冒险。让我拿寻常百姓的生命去冒险，我做不到。你若是要办，也得看看自己够不够格。要善弹琵琶，你会吗？哇，没看出来夫人居然这么多才多艺啊！如何，算不算会弹？夫人还真是技艺精湛。再接着弹一曲啊。我累了，今日就先这样。是太累了还是不会啊？到时候在开阳盛会上登台，也打算只弹这几句交差吗？啊？娘呢也没好好准备啊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把几个关键点跟你说一下。首先弹的时候，你这件衣服就不合适，应该穿的清凉点。这也不必如此吧？重点不在于你弹的旋律节奏有多好，在于气氛要足。哦，看好了。姿势你都会啊，最开始的。伸腿，交织，对，慢慢来啊，旋转，哎，转起来，飞飞飞飞，你看啊，裙子飞起来了啊，飞起来，裙子哦，飘逸。娘，你能不能坐着弹啊？你这人一直晃着，我都看不清楚你的指法。哎呀，指法不重要，接下来才重要。看好了，把手抬于脑顶，从脑后下来，体态要妖娆，把脸露出来，眼睛啊，看我眼睛，女人的妩媚，重点啊，重点眼睛，看娘眼睛。哎，对了，注意啊，注意这块，再旋转，周身一震，嘿，正常啊，这个应该已经震落在了地上。娘，你待会儿再跳吧，你先坐下来，我只是想认真学首曲子。哎呀，
曲子不在多在精。你娘啊，当时就一首曲子，真正的高手根本不需要第二首。而且你爹，他从来也坚持不到第二首。不是娘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呀，就刚才娘教你那个反弹琵琶一完，那男人根本就把持不住了。娘，我只是想认真学首琵琶曲，我探用的。你以为是什么啊？我以为你想让娘教你点闺房之乐，琵琶一情。不是，哎呦，小舅舅，你说我娘她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呀？难道就因为我嫁了人，我所想所做就一定要围绕着如何讨好夫君吗？你娘她打小便被送到戏院，当时戏院班主教育我们说，要极尽忍让，放低自我，声色于人。幸得有你父亲垂怜于她，才令她有了一个安身之所。所以你娘眼中，能够为自己的女儿想到的最好的归宿，便是觅得一良人相守。那按我娘的标准，我肯定是没有什么好归宿，所嫁就非良人。你娘曾多次传话于我，让我在宫中务必为你周旋，万万不可真的让那白，就是你夫君，伤你的性命。可现在你已经安然无恙了，她也就安心了。可她整日却在思虑着如何让你的主母之位做得安稳。那娘真是多虑，这主母之位啊，谁稀罕谁拿去便是。我才不需要男子保护，我只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女子，可以保护自己，还有家人。我严杏好不容易生在一个女子可以为官的王朝，哪里需要以色侍人？只不过现下，我还真的需要一个可以吸引台下所有看客的琵琶表演。你刚才说为探案所用？我需要在流商坊的舞台上表演一首琵琶曲，引蛇出